本频道需要大家支持，欢迎订阅点赞。有一句常见的俗语说，你不说话，没有人当你是哑巴。然而，值得思考的是，一个人可能花上2年时间学会言语，却需要终身学会不说。正如稻子在成熟时都低下了头，颗粒沉甸甸一样，人也在成熟时愈发懂得低调。那些言辞铿锵的人，通常是年轻时的急躁者，总是夸夸其谈，却忽视了自身实力的限度。而那些喜欢大肆张扬自己的人，往往是成就有限者，他们总是为自己微不足道的成绩而自吹自擂。相反，真正成熟的人懂得保持谦逊，步履从容，不在乎别人的喝彩或看法，而是持续前行。言多必失，即使你了解某事，如果没有人请教你，何必啥都说个不停？你对某事一无所知，纵然滔滔不绝，也只是散布谣言。而对于你从未参与的事情，听信道听途说的言辞只会让真假混淆，更不胜其烦。不说是一种高尚的修养，既尊重他人，也尊重自己。真正的智者懂得出言有度，不仅在选择何时说话，还在选择说什么、说到何种程度方面都非常克制。很多情况下，言之凿凿的必要性并不大，简洁明了即可。如果你的对话对象同样精明，几句话足以传达你的观点。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何时说话和何时保持沉默。选择不言自明的人，拥有一份不卑不亢的态度，他们不争论，也不和人结怨。保持沉默是一种让他人下台阶、保全颜面的方式。如果你将一切都说出来，可能会令人感到尴尬，甚至让别人利用你的话找茬。比如，你的朋友结婚了，但与前任恋人偶然相遇，如果你将此事传播出去，可能会引发争吵，甚至破坏友情。同时，保持沉默也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，避免自己卷入无谓的争端。沉默可以避免为自己制造麻烦，同时避免不必要的言辞，也能减少与他人结仇的机会。不说也是一种高级表达方式，用来传递情感。人际交往不仅仅依赖语言，语言只是其中一种交流方式。成熟的人懂得多种交流方式，这些方式更加高效。与爱人交流时，拥抱、牵手、深情凝视、为家庭付出劳动等方式常常比言辞更能传递感情。当你疲倦不堪归家时，一个温暖的拥抱胜过千言万语。拥有温暖的肩膀，可以让你在疲惫时找到依靠，而深情凝视让美好的瞬间深深刻在心中。在与朋友交往时，相互帮助而非寻找借口不帮助自己更有效。当朋友陷入困境时，你的陪伴和支持比空洞的言辞更有意义。此外，你还可以为他们提供财务帮助或寻找新的发展方向。对于与陌生人的交流，通过微笑和目光交流可以传递友好。这样的时刻可以让陌生人感到社会的温暖，也有助于建立亲切的城市氛围。与父母的交流也可以多通过陪伴和行动来表达，比如给他们买东西、收拾家务。在他们年老时，为他们提供帮助和关心会更有实际意义。保持沉默，帮助我们内心平静，看清人生的无常，领悟其中的真谛。对世事深思熟虑的人内心宁静，对人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。很多事情一旦看透，就不再需要言辞，看得越多，越了解，就越能释然。言辞绵长的人往往难以表达清晰，而那些沉默的人反而在关键时刻讲到点子上，胜过一长串的话语。此外，沉默的人不仅减少了可能的冲突，还节省了时间和精力。在当今社会，不可否认，存在着不均等和危险。因此，沉默有助于自我保护，避免言辞不慎引起问题，
也是明智之举。许多人会因为言辞过激而记恨你，寻求机会报复。保持沉默可以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。不说是一种修养，是一种高明的情感表达方式。通过它，我们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，建立更深层次的关系，同时也能更清晰地认识自己，走向内心的自由。王阳明曾说：学须反己，若徒责人，只见的人不是，不见自己非。一个人的学问和修养需要自己努力，而不是不停地指责他人。责备他人只会让你看到别人的不足，而看不到自己的问题。通过行动和自我反省，你会发现自己的不足，并努力改进。因此，成熟的人懂得，越成熟越不喜欢说话。他们知道言多必失，因此选择保持沉默，只在必要时表达。保持内心的安宁，看透世事，学会不再言辞，是一种智慧。